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青。关于繁殖孔雀鱼啊，还有一些很常见的问题哦。母鱼生产完之后要怎么办？小鱼又要怎么让它健康长大呢？就让我来一一为大家解答。有草友问了这一个问题：小鱼已经养了3个月了，为什么还是小鱼苗呢？只有几只尾鳍有一点点的颜色。如果说啊，小鱼出生到2个月左右，还没有长到2公分左右的话呢，那就表示你的小鱼单点啊。小鱼出生24小时后就可以开始喂食喽。每天喂食的次数呢是4到6次，每次约大概5分钟内吃完为主，以少量多餐为原则。成长2个月后呢，每天喂食量降低为2到3次，每次大概10分钟内吃完为佳。那饵料的种类呢，有刚孵化的丰年虾啊，我们称为无节幼虫。然后有活饵轮虫、水藻，再来是干饲料、粉状的幼鱼饲料。一般会选择无节幼虫为主要的营养来源。那如果没有时间亲自孵化的话呢，也有冷冻的无节幼虫可以选择哦。再来，其次是幼鱼的粉状饲料，但因为是粉状的啊，比较容易会污染水，所以要更注意水质的状况哦。要换水，因为嘴巴小，无法短时间吃完饵料，容易导致水质的败坏，所以大托采少量多餐的喂食。换水也一样，少量多次的换，只要水质调整好，每天换约1/4的水是没有问题的。再来，小鱼跟成鱼一样，害怕水温剧烈的变化，都需要恒定的水温，所以冬天是需要加温器维持温度的，一般设定在28度维持恒温。换水时，新水的水温也要跟缸里的温度一致，不然鱼儿一样容易得到白点病或甲尾哦。如果没有办法让新水跟原缸温度一致的话，那只能用缓慢的滴水了。答案是需要的，因为刚生产完的母鱼啊，体力虚弱，这时如果马上放回原缸，公鱼又会马上追尾，所以建议先隔离一阵子，补充一点维他命啊及营养的饵料，待体力恢复后再放回原缸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来看那个营养剂维他命的使用方法。熬水20ml，倒到喷瓶里面。好，然后滴一滴我们的维他命，1滴。盖上喷嘴，然后摇均匀。然后这边是孔雀鱼的饲料，直接喷洒在饲料上面。好，等待一下，待它充分吸收，就可以喂食我们的母鱼了。然后繁殖中的公母鱼啊，成长中的幼鱼啊，各个阶段的鱼儿都可以喂食哦。品系孔雀鱼因为是人工育种，基因纯化过的，基本上所产的后代是会跟青鱼差不多的。如果跟不同品系一起养而杂交的话呢，所产的后代基因就会混乱了。但如果不介意，只想体验繁殖带大小鱼的乐趣的话，就无所谓咯。那小鱼成长后，就会充满各种惊喜哦。一定要分开饲养，母鱼生产完后就马上将小鱼隔离，另外设缸养小鱼。小鱼啊，因为成长的空间及饵料的种类
喂食的次数、光照的时间而影响体色及成长的快慢哦。1个月左右，成长约1公分以上，就可以跟公母鱼混养在一起了。是有这么一说，偏碱性的水质，公鱼的比例会比较高；反之，偏酸性的水质，母鱼的比例比较高。在小鱼刚出生的时候是还没有性别区分的，是说因为水质酸化，小鱼有了危机意识，为了保种孕育更多的后代，在性征成长的过程中，母鱼就会占比较高的比例。但这没有确切的数据来证明此一说法是否正确。如果想要公鱼或母鱼等比例的鱼友们呢，就试验看看吧。原来养好孔雀鱼，环境、饲料、换水、温度等等，有那么多的知识。养个鱼怎么那么麻烦？ Oh no no no！ 要让小鱼含着一开始出生，或是一出生就暴露在危险的环境里，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人为控制的哦。你家的孔雀鱼生了吗？你家的小鱼带大了吗？记得好好运用我教的繁殖孔雀鱼的字哦。相信大家这次也有满满的收获哦。这次我们准备的赠品是德彩 Tetra Feed 热带鱼七彩颗粒饲料1000 ml 3罐。如果有想说的、想问的，都欢迎在影片下留言哦。我们会从留言中抽出3位幸运的朋友来做赠送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请按下喜欢，想追踪更多的水族知识，请按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我是小青，养鱼人生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